6月又到了盆景的修剪季节，在园子里面找了2盆没有开花结果的火鸡盆景，讲一下火鸡盆景的培育修剪以及火鸡盆景不开花结果的主要原因。这盆火鸡是小叶品种，枝短小，叶细长，适合做小盆景，尤其是像这种大家比较喜欢的矮把盆景。矮把盆景在造型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枝干的浓缩，将盆景呈现后的空间浓缩到极致。对矮把盆景的培育，除了对品种有一定的要求，主要还是培育的方法。像这盆选择8面出根，在培育中主要是对主干进行放养增出，经过几年的续剪、逼芽，才形成现在短小、过渡自然的主干。这盆是当地的品种，叶形比较大。火鸡有很多品种，但它们的生长习性基本一致，在养护方法上基本一样，只是以不同品种的外部特征，在造型形式选择上有所不同。火鸡耐贫瘠，种养中含微酸性、透气性好的土质就行。这种高提根的盆景相对于矮把，培育时间要短，在培育的方法上也比较简单。对素材的采用一般是扦插繁殖或高压，那样能获取装材更好的出根方式。火鸡枝条扦插容易，扦插在3至9月份都可以进行，1个月左右就能长出根来。这种当地的品种根系很发达，生长比较快，比较适合做高提根培育。高提根盆景上盆不要直接入根，阴根转阳根有个适应过程，直接入根很容易造成树根脱垂。火鸡上盆要在早春萌芽前。火鸡是先发芽后长根的树种，早春气温低，根系的生长和吸收能力比较弱，长叶基本靠自身储存的养分供给，树桩储存的能量在消耗中有一定的限度。萌芽前上盆，给树根一个充足的生长时间，这样可避免上盆后因供氧不足产生失枝，甚至整树枯萎。到6月份，火鸡的侧枝已形成，要对盆景进行一次整形修剪，确定它的挂果枝条，对其他多余的枝要及时剪掉。火鸡枝条生长密集，像这些生长弱小的枝条，在造型上一般没有什么作为，也很难形成花芽，而且会消耗大量的养分，影响挂果枝条的生长。火鸡是喜阳植物，枝条生长过于密集，也会影响盆景的采光。对这些多余的枝芽长出来，就要把它们抹掉。火鸡枝条在生长中直来直去，枝条过度形成后，要稍作盘扎吊拉，形成弯曲变化的出枝。枝条在弯曲变化中就不会显得僵硬。但在挂果的侧枝不要进行盘扎。火鸡挂果的枝条每年都要修剪更新，这是火鸡盆景开花结果的必备条件。火鸡的枝条比较脆，在盘扎操作中要施以扭力改变它的方向。一旦在操作中将枝条折断，只要有皮层连接，包上胶布，10天半个月就会长好。在盆景的造型技法中，金属丝的盘扎出现，应该是盆景加工中的一种进步，但不能在造型中一概而论。盘扎在盆景的造型中应该只是一种辅助手段，盆景的成型主要是靠续剪、吊拉，形成有过渡的基本骨架。对盆景的造型还理解不透，甚至对树形还不熟悉，动手就盘扎，这样会束缚树桩的生长，也不会有更多的造型意义。像这2盆火鸡，花了几年的时间对枝干进行续剪，形成基本骨架，再在调整中用盘扎稍作定型。盆景造型中的很多问题，在有序操作中会变得简单轻松。这2盆是今年春季上的盆，培育期间因对枝干进行修剪，几乎没有结果。火鸡盆景不结果，除了成型培育中的原因，还有它的生枝成熟期修剪方法有直接的关系。在盆景的树种中，像开花结果的树种都有生枝成熟期，
火棘一般在上盆第2年才进入成熟，盆景生至成熟，有充足的阳光，不产生干盆就能结果。火棘盆景开花结果要保持数时的旺盛，春季开花前，果实形成后施1至2次有机肥，6月修剪后再补充1次肥水。对火棘施肥最关键的阶段在秋季，补充2至3次以氮为主的有机肥，只有在吸收储存足够的养分，才可以延长挂果的时间，也会为第2年开花结果做好准备。火棘的花芽一般在1至2年生末子化的枝条上形成，6至9月，火棘处于生长旺盛阶段，新芽长出来就要剪裂芽切，要抑制枝条的生长。对火棘盆景的修剪要结合控水进行，盆头处于偏干状态，长出来的树叶会更小，末子化进程也会更快。我是三九农场，感谢你的收看，下期见。